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一行6人组成的窜访团，周四晚抵达台北，蔡英文等人周五与其会面。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东部战区国台办、驻美使馆等接连发声，严正阐明中方立场。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厉兵秣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东部战区也在台岛附近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并展开对海突击等科目演练。外交部强调，中国军队的有关行动就是对近期美国包括国会议员团访台等消极行动的反制。东部战区公众号周五发布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驱护舰、轰炸机、歼击机等力量，在东海当面和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并展开对海突击等科目演练。此次行动是针对近期美在台湾问题上频频释放错误信号而组织的，美恶劣行径和伎俩完全是徒劳的，也是十分危险的，玩火者必自焚。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周五就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发表谈话表示，近期美国国会议员不顾中方强烈反对，蓄意挑衅窜访台湾，导致台海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美一方面做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一方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这是极其虚伪的，毫无信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厉兵秣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应该停止美台官方交往，他们更不应该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军队的有关的行动，就是对近期美国包括国会议员团访台等消极行动的反制。美国国会参众跨党派议员一行6人搭乘专机于周四晚上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这6人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斯，4名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博尔、萨斯、波特曼和1名共和党众议员杰克逊。有观察指出，此前扬言要来的美国会众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没有来，且6人中有4人属于在野党的共和党，显示美方在中方压力下将窜访团降级。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美议员窜访团中有2个老牌的对华鹰派，一个是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斯，他和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卢比奥是一丘之貉。2013年8月就曾窜访台湾。梅内德斯去年提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对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在推动台湾加入 TPP 谈判、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将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等议题上，梅内德斯都是极力鼓吹者。他还一直怂恿对台军售，促成美对台出售 F-16战机。窜访团的另一位老对华鹰派格雷厄姆是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他也是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格雷厄姆在特朗普任内多次口出狂言，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并鼓吹美国人死亡和1700万美国人失业都要中国来负责等奇谈怪论。他多年来还反复提出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议案。台媒报道，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周五与这些人会面时，格雷厄姆对民进党当局大肆吹捧，还给台当局怎么应对所谓中国大陆威胁来支损招。他还宣称，台湾是美方在全世界半导体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希望进一步强化跟台湾的经济关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五回应表示，格雷厄姆等人窜访台湾，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巴结逢迎，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并敦促美国政府用实际行动来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事实上，推动议会层级窜访台湾是拜登的一张台湾牌。拜登上台后已经派出了4个美国议员团赴台湾，上一次是去年11月，
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率美国议员团窜访。深圳卫视注意到，4月10号是美方出台与台湾关系法43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美国会跨党派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民进党当局释放错误信号，值得警惕。这个议员也比较资深，那而且共同的特色就是，那不是参院的台湾连线，就是众院的国会台湾连线，就是有台的议员。那其实借由这个团员内容，可以展现出，其实美国国会对于这个加强与台湾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本身符合这个团员的特色一样。其实这个力量还蛮强的。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还企图向国际社会混淆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的本质区别。格雷厄姆在见蔡英文时就此大放厥词，蔡英文则声称对所谓台美关系的进展大感振奋，还借乌克兰局势强行凸显存在感，鼓吹所谓应强化结盟的力量，共同防御与区域和平干扰与威胁的行为。蔡英文还大谈让台湾融入美国区域战略，成为其中重要一环。事实上，蔡英文与美国议员窜访团见面，是他解除疫情居家隔离后的第一场活动。有岛内网友质问：这么迫不及待吗？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地时间周4则在华盛顿与格雷厄姆和蔡英文之流一唱一和，声称美国关切中国大陆片面改变现状企图，不论何种形式的侵略都不能接受。他还宣称美国政策是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大陆侵台不会发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指出，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其根源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美台相互勾连。个别人蓄意将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问题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趁乱渔利。这种玩火行径才是对两岸现状的改变。不过，舆论也关注到，此次无论是美议员窜访团还是台当局，都比之前低调。台媒报道，台当局在这批议员飞机降落前20分钟才发出新闻通知，议员抵达后在机场的合影背景漆黑，这是5个多月来又一批美国议员摸黑访台。台当局前陆委会副主任赵建民认为，这次美国议员团中没有高层行政官员，这些议员是民意代表，属广义的民间人士，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无意刺激中方的政策方向不变。台湾外事关系协会秘书长、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黄奎博也指出，由并非多数党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而非执政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率团的安排不太寻常，并且由资深议员带团也降低敏感性。好，相关就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参众议员6人访台团周4晚搭军机抵台，并于周五会见了蔡英文与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台当局认为这又是台湾在外事领域的一项胜利，那对此您怎么看？在昨天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美国国会议员的这次访台，极有可能是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无法登岛访问的一种替代与补偿行为，因为众议院议长的政治敏感度实在是太高，而这样的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蔡英文当局实在是没有必要过于沾沾自喜。而在事实上，自从拜登上台之后，跟他的前任特朗普的挑衅性做法相比，美台在外事领域的交往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而且还是在逐渐归于平淡的。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方曾经派出卫生部部长以及副国务卿级别的官员访台，并因此而使得台海局势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岸军事对峙程度空前升高。而拜登政府执政后，从目前来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克制的。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典型的事例来证明。其一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搞了2次大型的峰会，一次是全球抗疫峰会，一次是全球民主峰会，并在会前高调扬言要邀请台湾参加，但最终的结果，美方并没有邀请
具有高度政治与主权象征意义的台湾政府领导人蔡英文、赖清德以及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参加。那么其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为了刻意刺激中国大陆，曾经把蔡英文玩的所谓过境外交炒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不久前，拜登政府对赖清德过去美国的安排却是刻意保持了低调。第三，在帕劳举办的我们的海洋大会上，拜登政府甚至主动压制出席会议的台方官员，要求其不得使用任何带有所谓主权象征意义的头衔与旗帜等等。所以总而言之，跟特朗普执政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与言行总体上还是被限定在一中框架范围之内的。对此蔡英文当局一定要有清醒的认知，不要误判了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的大形势。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了一篇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针对所谓台海冲突设计的一场兵棋推演，那对此您有作何解读？其实这些年以来，无论是美方还是台湾方面，每年都会对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战事进行兵棋推演，都会煞有介事、绘声绘色地描绘一些骇人听闻的场景，尤其是每一个推演都会描述解放军登岛占领整个台湾的情形。这些兵棋推演与所谓的报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台军方不仅欠揍，而且是一个受虐狂，似乎解放军不采取如此激烈的攻台手段，他们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第二个印象是，这些推演压根就不靠谱。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份报告的眼中只有军事没有政治，只有战术没有战略，属于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为中方一直在反复强调要和平统一台湾，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会动用武力。我认为两岸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政治决定军事，军事手段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根据这个理念，没有蔡英文当局在政治上的台独，就不会有中国大陆军事上的行动。要知道，武力攻台与登岛作战不仅会导致两岸生灵涂炭，而且美日英澳军事介入的风险将会因此而陡然上升。而在我看来，就算是万一蔡英文当局发了疯，铤而走险，公然宣布了台独，中国大陆不得不被迫采取军事手段武统台湾，那也不意味着解放军就一定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更不意味着解放军一定要登岛占领台湾全境。事实上，我认为从军事战略和战术上面来讲，解放军在走到这一步之前，还有很多柔性的武统手段可以用。这些措施也同样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武统台湾的目的。比如在发生了台独事变之后，中国大陆首先可以用的手段就是联合军事威慑。解放军可以在台湾的东部外海集结最为精锐的海空力量，以吓阻美日英澳的介入，而且还会在内部封锁台湾海峡，切断金门、马祖、太平岛等离岛与台湾本岛的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解放军将会坚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更不会去拿下金门、马祖等离岛，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而且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第二步，在以兵临城下的方式切断了美日英澳的军事外援，以及切断了离岛与台湾本岛的联系之后，中国大陆接下来将要采取的将会是政治动作，也就是向蔡英文当局提出一个有理、有利、有节且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要求，并下发最后通牒，要求蔡英文当局以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正式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甚至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则的话，
中国大陆就将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只要蔡英文签署了协议，接受了这个有限度的政治条件，那也就意味着两岸在法理上重归于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第3步就轮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出面了。我认为，由于中国大陆已经采取了兵临城下的措施，两岸战争一触即发，再加上中国大陆提出的统一条件，既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主流国际社会都承认一个中国的现实，所以迫于形势，美国一定会施压蔡英文当局接受中国大陆的统一条件，而联合国也一定会介入调停。如此一来，在没有生灵涂炭、不费一兵一卒，同时也没有影响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进程的情况下，两岸就顺利实现统一了。我认为这是中国大陆最好的武统台湾方式，也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武统方式。好，谢谢刘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冲突已经51天，当地时间周4，俄罗斯国防部宣称，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因弹药爆炸引发火灾受损，在拖拽回港途中沉没，这是俄军开战以来最大损失。乌方宣称，该舰曾遭乌军巡航导弹重创。这艘以莫斯科命名的军舰沉没，对当前局势有何影响？此外，俄乌剑拔弩张，美西方依然不断拱火，给乌方军援的总额接近乌克兰全年军费。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称，自从俄乌冲突爆发后，莫斯科号率领的俄黑海舰队就开始执行对乌克兰南部海域的封锁任务。莫斯科号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攻，主要借助舰载远程防空系统为该地区的其他俄军部队提供防空掩护，并定期往返于敖德萨附近海域与克里米亚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之间。有观察指出，正是莫斯科号周期性的规律移动犯了兵家大忌，确实容易被乌岸防部队抓住战机。而俄军2月24号宣布，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1小时之内就消灭了乌克兰海军。外界分析，这或许是莫斯科号大意了的原因。据媒体报道，北约的情报部门也参与了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监视。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北约派出一个秘密监视小组，在敖德萨的郊区建立秘密基地，追踪俄方舰船。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沉没，令俄罗斯黑海舰队失去旗舰。有西方舆论指出，这将降低俄罗斯与北约对抗的能力，鼓励乌克兰人的信心。但俄罗斯军事专家则比较乐观地认为，俄海军并未深度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莫斯科号也没有扮演关键角色。鉴于战场主要集中在陆地，损失一艘军舰不会对战局起到太大影响。但俄专家也坦言，此次事故也暴露出俄海军现代化不足的问题。的确这个是个老舰，但是确实是象征性，它有3艘这样的类似的这个级别的这样一个巡洋舰，几十年了。那确实出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它因为是老化的，它不是代表俄罗斯的最新的武器装备，所以我觉得不会产生对于俄罗斯在乌东大战中它一定要拿下的这样一个决心的。西方呢，当然过度的炒作这个战舰这样象征意义实际上呢就是创衰俄罗斯。近日，西方媒体渲染所谓的乌东决战，《华尔街日报》称，俄乌双方正集结军队为最大战役做准备。该报认为，顿巴斯地区地形平坦，有利坦克、大炮的运用，这是俄军的优势所在。不过，由于平原地带缺乏掩护，也更容易遭到空袭。半岛电视台援引的卫星图像显示，一个长达13公里的俄军车队正在乌东地区进发。法新社记者观察到，在顿巴斯首府斯拉维扬斯克市外，到处是推土机挖出的战壕，在掩体中的火炮和装甲车四处分布，到处都是庇护所和伪装设备。而乌克兰边境以东8公里处，甚至发现第1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壕。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称，根据西方向乌军提供的情报预测，被称为21世纪最大规模战役的顿巴斯大战将于本周5至下周2展开。俄罗斯呢，它发动起这次特别军事行动呢，它主要的目的，他说不是占领整个乌克兰，它是要把乌克兰呢去军事化、去纳粹化，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纳粹化就是在乌东地区。那么这2个自治共和国呢，顿涅茨克、格兰茨克呢，正好是俄罗斯占多数的，他只有把这个拿下，才能宣布这场战争他取得了胜利。5月9号他还要胜利日，他要阅兵。顿巴斯地区也是我们东乌斯拉夫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源，所以呢，对于俄罗斯的民族情结，还是它的这个
民族复兴，我觉得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当地局势紧张，美西方也不停拱火，加紧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as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deliver our own weapons, 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delivery of weapons from many other countries so that Ukraine has what it needs. 美欧近2个月的军援总额已经接近2020年乌克兰全年军费。美国总统拜登周3批准增加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五角大楼揭晓这批新援助的具体内容，包括200辆 M113装甲车、18门155毫米榴弹炮及4万发炮弹、11架武装直升机、300多架无人机、100辆装甲吉普车等。分析认为，这样的配置就是为了顿巴斯地区的大规模冲突准备的。美国有线新闻网指出，这是俄乌冲突以来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美方此前一直担忧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会加大把美国拖入与俄冲突的风险，但在俄方宣布第1阶段军事行动结束后，美国和北约评估认为必须使乌克兰获得一切可能的优势。数量众多的西方装备显然无法从东部入境乌克兰。俄罗斯观点报周4称，美国可能会以民用货物为幌子，将这些重型武器运往乌东。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警告，通过乌克兰领土的美国北约武器运输会被视为合法的军事目标。俄军事专家舒里金称，俄罗斯实际上是在与美国和北约作战。在西方的重型武器支持下，俄军战斗力是俄罗斯未来不能忽视的。对俄军来说，追踪这些大型装备的调动并不难。俄军的高精度导弹将在其交付前摧毁。而外界担忧，一旦北约撤退一席，或将导致北约直接参战。公开指责俄罗斯犯下种族灭绝罪的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表示已经做好亲自前往基辅访问的准备。但在欧洲，法德领导人不仅批评拜登有关俄罗斯种族灭绝的说法，也分别拒绝访问基辅。就连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也声称，如果当选，法国将退出北约。这番表态虽然让整个西方为之震惊，但在法国却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周4，在马里兰州乘坐总统专机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之前，拜登与记者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We're making that decision now. Thank you. Who would you send? What was the reason? You ready to go? Yeah. 拜登的这番表述引发美国媒体很大的兴趣。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拜登、副总统哈里斯也是访问的潜在人选，但更有可能前往基辅访问的是内阁成员，比如国务卿布林肯或国防部长奥斯汀。该报道分析称，考虑到目前俄乌冲突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拜登本人访问基辅的可能性并不高。如果最终决定派高级官员前往基辅，出于安全考虑，不会提前宣布相关事项。上个月，拜登、哈里斯与布林肯已相继访问波兰，并在波乌边境附近与乌方举行会面。拜登在访问期间半开玩笑地称，他们不会让我穿越边境进入乌克兰。至于他们到底是谁，拜登并未提及。分析指出，拜登迟迟没有踏足乌克兰，除了安全因素外，美国国内目前的形势也是考量之一。美国最新公布的3月通胀率达 8.5%， 创1981年12月以来41年新高。汽油价格不断攀升，严重影响美国人的生活。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拜登的支持率本周跌至 41%， 接近他最低支持率水平。这对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对国会控制权的希望造成打击。因此，为了挽救民意，拜登在美国多州进行高强度演讲，希望增加人气。周4，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罗市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再次将美国高通胀归咎于俄罗斯。Putin's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driven up gas prices and food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在俄军从基辅撤出后，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近2周扎堆到访乌克兰，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首相约翰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总统等，他们都受到泽连斯基的欢迎。有分析指出，俄乌冲突态势越发紧张，如果美国高官此时到访乌克兰，显然是直接在火上浇油。亲自要到去现场去给乌克兰打气，一定要挺住啊！最终目的是要去，不仅是要去
让俄罗斯在乌东地区达不到它的战略目的，甚至想去耗掉这个战争，牺牲这个乌克兰人民。在欧洲，对于是否派出领导人访问乌克兰，德国和法国两个大国均表达不同态度。近日，乌克兰政府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任外长时与俄罗斯走得过近为由，拒绝接待他的来访，这在德国社会引发一场哗然。更令德方愤怒的是，基辅方面随后邀请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基辅，对乌方这一邀请，舒尔茨断然拒绝，并以令人恼火来形容。有德国媒体形容，对于德国总统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德国基民盟新主席莫茨批评乌克兰，这是一种外交侮辱。就在上周，德国政界还在为要不要给乌克兰送重型武器争执不休。如今，作为支持方的德国绿党高级成员已然倒戈。据悉，当地时间周四，德国副总理哈贝克改变了支持向乌克兰运送步兵战车的立场，理由是德国内部在对乌克兰介入程度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并担心西方会因此成为俄罗斯的攻击目标。所以他们现在怨恨那个默克尔时期的一些对俄罗斯的融入战略，而施泰因迈尔呢就成为一个替罪羊。但是呢，德国毕竟也是个大国，欧洲里面，实际上呢，就是也反映出了德国现在跟乌克兰的这个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你以为西方真心帮助你吗？这一点，我觉得乌克兰应该要听清。除了德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接受 CNN 采访时也公开表示，他不想跟风前往基辅一日游。他表示，如果能够恢复俄乌领导人之间对话，访问才可能有用。外界还注意到，在俄乌冲突上，美欧表面上宣称将团结一致对付俄罗斯，但人们发现法德这两个欧盟大国似乎正在与美国拉开距离。马克龙和舒尔茨均批评美国总统拜登有关俄罗斯种族灭绝的说法。有分析指出，除了表面的口舌之争，最令许多欧洲民众受不了的是，美国绑架欧盟制裁俄罗斯，正在伤害欧洲的经济和民众生活。德国之声周四的报道称，根据最新民调结果，目前德国民众最大的焦虑是物价上涨。86%的民众担忧未来几年德国可能会面临能源供给困境。许多网友转发勒庞说的一句话：“我们将拒绝跟随拜登政府的政策。美国总是通过制造敌人来控制盟友。” France can be useful in the resolution of the world's great disorders if and only if it is independent.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will make me leave the integrated command of NATO. 相比马克龙，其竞选对手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勒庞有关言论更是让整个西方为之震惊。当地时间周三，勒庞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带领法国退出美国领导的北约一体化指挥架构，恢复法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主权。不过，勒庞也强调，法国仍将坚持北约的集体安全利益及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集体防御条款。此外，周三的记者会上，勒庞还呼吁北约与俄罗斯实现战略和解。As soon as the Russia-Ukraine war is over and we have a peace treaty, I will propose a strategic rapprochement between NATO and Russia. 法国大选第1轮投票已于4月10号举行，马克龙和勒庞进入第2轮，最终结果将在4月24号的第2轮投票后揭晓。有分析指出，法国是否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非重点了，重点是勒庞的言论表明，欧洲正因俄乌冲突陷入巨大分裂，欧盟国家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独立性。所以这次再次证明了，这次战争是个代理人的战争。美国不仅是拱火而且是火上浇油诱捕、捕杀，最后清场，而且他一定要让这个战争不断的持续下去，才能达到他的一些减轻美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打压这个欧元，而且呢要破坏这个欧洲团结，尤其是欧盟和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关系。好，新闻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好。俄国防部也已确认，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已沉海，遭遇俄军自战事打响以来的最严重战损。那您对此怎么看？莫斯科舰周四清晨爆炸起火之后，俄军曾经试图将遭遇重创的这艘明星舰拖回军港，但是呢，显然营救努力失败了。我也注意到，虽然乌方包括总统泽连斯基在内都在反复强调是乌方岸防的这个导弹攻击得手，但是呢，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只强调是舰身的武器舱爆炸起火。美方呢，现在也在就莫斯科舰战损沉海大做文章。今天《华盛顿邮报》就援引美方匿名高官声称，莫斯科舰就是被乌克兰的导弹命中沉海的。而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呢，也在火上浇油，
他昨天向媒体宣称，无论莫斯科舰是因何受创，是自身原因也好，是遭遇导弹攻击也罢，这呢都是俄军巨大的败绩。那就莫斯科舰来说呢，它是黑海舰队唯一部署了 S-300广域空防系统的大型舰船，它本身呢也承担着为其他舰只提供防空掩护的这种战斗职能。和西方同类的大型舰船相比，莫斯科舰呢，它的舰防反导系统显然是存在着巨大漏洞的，它也缺乏呢类似努尔卡诱饵弹这类的电磁保护系统。那么少了莫斯科号，俄罗斯的这个舰队缺少相应的空防力量掩护呢，那么未来进行类似海上作战行动的这个风险就会显著上升。当然了，俄罗斯也具备2艘类似防空和战略配备的斯拉瓦级巡洋舰，但是呢，这2艘舰只目前呢都部署在东地中海。土耳其呢，它作为北约成员国，根据1936年达成的蒙特雷公约，在交战期间是禁止俄罗斯舰只穿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因而呢，俄罗斯这2艘军舰无法赶来驰援，所以呢，莫斯科舰沉海对俄军战力尤其是海上的战力损失构成不可逆的一种打击。今天美媒也爆料称，俄方已发布外交照会，警告美方不得继续武装乌克兰。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实际上也是俄乌冲突可能会升级持续的又一个外部危险信号。事实上呢，不仅是美国，目前整个美西方阵营都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斯洛伐克总理黑格尔上周访问了一趟乌克兰，就宣布将本国的 S-300反导系统呢援助乌克兰。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说，在斯国的临近乌克兰的这个小镇多布拉，镇长他在驱车回家的路上被拦了半个小时，因为呢装载 S-300反导系统的这个火车整整过了半个小时。那么斯洛伐克前总理罗伯特·菲科，他上周就在社交媒体发布社评，指责黑格尔总理是 freak， 是所谓的疯子，因为不管美方叫他干什么，黑格尔都是照单全收。那么这只会让斯洛伐克这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弹丸小国置于巨大的风险。俄方抗议照会呢，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尖锐对立的紧张气氛下向美方发出的。拜登刚刚加码宣布了对乌克兰的新一轮的军援计划，其中呢，武器项目再度大幅升级，重型化、大型化以及攻击性是主要的特色。军援武备包括远程火炮、攻击性无人机等等。俄方抗议照会中呢，也明确提到了美方援乌的多管火箭发射器。那么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今天芬兰欧洲事务部长公开宣称，芬兰很大可能会选择申请加入北约，这无异于烈焰烹油。因为呢，前一天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已经拿部署核武来警告指责芬兰、瑞典这样的新对手了。那么俄乌冲突它的烈度和强度究竟会升级到何种程度，我们呢拭目以待。好，谢谢管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五是金日成诞辰110周年及朝鲜的太阳节，平壤金日成广场当晚举行大型演出和烟花秀庆祝活动，但朝方并未如外界预测举行盛大阅兵式。有分析指出，这是出于避免激化半岛局势之考虑。但另一方面，美国却将航母开进了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并在航母上举行了美韩军方的定期会晤。而韩国方面连日来也在半岛问题上与美方互动不断。即将上任的总统尹锡悦甚至多次表示愿加入美日印澳4方对话。那这又将对半岛局势和中韩关系带来哪些干扰？韩国政府换届对半岛局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在选举中提出先发制人的说法，在派出代表团访问华盛顿时，还提出邀请美国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和航母部署韩国，美方也高调配合尹锡悦。本月11日，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驶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随后进入日本海，与日本自卫队舰艇举行了联合演习。这是美国航母时隔5年再次进入该海域。在朝鲜太阳节前夕的这场美日联合演习受到朝鲜的强烈批评。此前有韩媒报道称，韩军也将与林肯号联演，但最终决定取消计划，而改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袁仁哲和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保罗·拉卡梅拉周四一同登上林肯号航母。韩国媒体指出，美韩军方定期会晤选在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上进行实属罕见。美国呢，一方面要借机强化与韩国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
可能会继续推进因2018年中断的这个美韩外交国防部门参与的延伸威慑战略机制，同时呢，为美韩18日举行的军演造势，这样呢，无疑会引起朝鲜的强烈反弹，不利于半岛局势的稳定和朝韩关系的发展。尹锡悦还对被称为亚洲小北约的美日印澳4国机制表现出浓厚兴趣。周四，日本产经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尹锡悦方面考虑作为观察员出席5月下旬举行的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但尹锡悦发言人裴贤振予以否认。但分析认为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尹锡悦此前就积极表示要加入4国机制的工作小组，并对接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但智库机构韩国统一研究院研究员李基泰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陷入美国印太战略不应该是韩国的选项。尹锡悦在这个竞选期间表示对4方安全对话机制感兴趣呢，主要的还是为了选举政治的需要。但是大家都知道，美国实际上呢就是要构建印太版的小北约。如果韩国加入的话呢，就等于加入到遏制中国的包围圈了。这样呢，势必对中韩关系带来致命性的影响。所以韩国的朝野上下，还有这个战略界呀、学界、智库等都非常谨慎。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拒绝选边站队，其模糊态度令美国颇为不满，美印关系也受到了挑战。印度不顾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大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同时印俄军备交易也继续进行，这令美国更加不满，不断加大力度施压印度政府。但印度并不买账。那么印度为何能够硬气回应美国？美国极力拉拢印度背后的盘算又是什么？来看报道。据今日印度、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周五报道，尽管西方要求世界各国切断与俄罗斯的关系，但印度仍继续获得俄罗斯武器装备，甚至包括极其敏感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印度政府一位不具名政府官员透露，新一批 S-400已通过航空和海运的方式抵达印度，并部署在指定地点可投入使用。该官员还强调，印军持续不断地收到货物，没有任何延误。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但最新一批经过检修的发动机已于几天前收到。俄罗斯驻印度大使阿利波夫在3月表示，向印度供应俄 S-400系统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制裁不会对履行合同造成影响，打破了西方舆论声称俄乌冲突将导致俄军工外销产品延迟交付的传言。印度和美国关系近年进展神速，美印甚至签署了盟友才会签署的4个军事文件，但有印度媒体质疑，这是美国向印度兜售武器的敲门砖。事实上果真如此，施压印度放弃俄罗斯武器，转而购买美国武器，屡屡成为美印外交的重头戏。本周一，美国与印度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谈，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先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频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在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和印度防长辛格举行年度2+2会谈。美国再次施压印度购买美国武器，但似乎美方也不敢施加太大压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 S-400防空导弹系统问题上态度放软，声称暂未决定会否因此制裁印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武器系统不符合最佳利益。美国可以向印度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系统，美方将加强与印方的军事合作，以确保印方在与美兼容的武器装备上进行更多投资。美国这个表态，通过向施压印度，来让印度进一步的降低从俄罗斯的这种进口武器，降低这个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的一个关系，那么来使得印度呢往美国这边更加倾斜，让那个印度疏远跟俄罗斯之间的防务合作关系。印度武器的60%是从俄罗斯进口，不过在美国近年来不遗余力的推销下，美国逐渐成为印度主要的军购对象之一。2008年至2019年，美印2国军工贸易总额从几乎为0增至150亿美元。印度从美国采购了阿帕奇直升机、地狱火导弹、远程海上巡逻机、C-130运输机、导弹和无人机等装备。对于一些昂贵的设备，美国还罕见允许向印度提供便宜一些的租借方式。但目前，印度仍是俄罗斯武器的第3大买家。印度的航母、核潜艇、主要战机、主战坦克、主要导弹都来自俄罗斯或引进俄罗斯技术制造。除了武器，印度还不顾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大手笔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等能源商品。俄乌冲突1个多月以来，印度闪电速度从俄罗斯进口了1300万桶原油，
而去年全年才买了1600万桶。据印度媒体曝光，印度获得了比市价低20%，也就是每桶便宜35美元的超级划算订单。但这些计划外购买的石油显然不是印度本国市场能够消化的。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抢购优质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在经过精炼加工，目前已经开始大量向欧洲市场出售廉价柴油，转手赚差价，利益丰厚。对于印方的行为，在本周一的视频会议上，拜登明确告诉莫迪，扩大俄罗斯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进口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美国会帮助印度寻求其他供应渠道，以减少印度对俄罗斯的资源依赖。这是拜登第2次公开表达对印度不满。3月底，印度宣布要增加从俄罗斯进口打折石油后，拜登批评印度是4国集团中的例外，在对抗俄罗斯问题上不坚定。不过，印度并不接美国的茬。印度总理莫迪没有向拜登承诺，接下来将减少从俄进口石油。针对来自美国的质疑，印度外长苏杰生不客气地回应称，印度清醒地知道怎样做才符合自己的利益。他称，印度1个月购买的总量可能还比不上欧洲1下午购买的俄罗斯能源。印度媒体直接指出，莫迪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没有因为美国等国家的施压而改变决定。从历史的渊源来看，那么俄罗斯在印度的诸多重大的一个国际利益关切问题上，都是支持印度的，所以2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很好，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方面，从他自己的一个现实利益来讲，那么他完全的倒向美国，对印度来讲，它本身也未必是一个好事。俄乌冲突爆发后，意外令美印准盟友关系遭受严峻挑战。印度政府一直拒绝谴责和制裁俄罗斯，在几次联合国大会涉俄涉乌的议题表决上，印度也无一例外地投下了弃权票。分析认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美国之所以对印度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策略，是因为他们看重印度在印太战略和四方机制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如果对印度过于强硬，很可能会让美国印太战略失去印度这个重要的支点。在美国的对印政策中，他心里始终装的是中国，就是印度对于美国的一个战略价值在于美国要扶持或者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深层次的这个考虑是决定了美国他对印度既失望但又无奈的这么一种情况。